去年4月27号的时候呢，从来没有做过自媒体的我，上传了人生中的第一个 YouTube 视频。然而就在8个月之后，我成功的将 YouTube 从副业做成了主业。从开始到现在，我最多的1个月的收入是有5000多美金的样子。然而这一切的发生，其实也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也才发布了20多个视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呢，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但是呢，我也知道，其实还有很多的人想要开始做 YouTube， 或者说正在做 YouTube， 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取得很大的突破。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快速成功的秘诀，不管是从赛道选择、视频选题，还是内容创作等各个方面，我都会毫无保留的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我相信这些技巧一定能够帮助大家在 YouTube 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变现的技巧，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 YouTube 上获得更大的收入，从而改变你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开始吧。第一点，如何正确选赛道。如果你选错了赛道，不管你有多么的努力，你的频道都难以增长。然而你选对了的话，你的努力就会事半功倍了。我发现有很多刚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新手，他们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内容或者选什么赛道，然后就会出现常见的2个误区。一是盲目的去追求热点，比如说看到小猫咪跳舞火了，那就去做小猫咪；看到 AI 变身视频火了，那就去做 AI 变身视频。但是等他们开始做的时候，可能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或者说这个赛道其实并不适合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做出你的个人风格和差异性。然后第2个误区呢，就是全凭兴趣，选的内容都是你自己喜欢的，但是却没有想到过变现，导致你可能做了几年还是零收入。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选赛道的时候，能够结合自身的兴趣和变现的潜力来选这个赛道。这里我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超级简单3步就能选好赛道的方法。第一步，你需要选出自己愿意长期做的领域，比如说你可以问自己以下3个问题，然后选出4到5个你可以做的方向。第一个问题，你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第2个问题，你有什么特长或者经验？然后第3个问题，你是否愿意长期做这个领域？第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你的兴趣和优势，从而能够长期的坚持和做出自己的风格。然后第2步，你还要确保你选择的这些领域是有人观看的。比如说你想要做中医养生的赛道，那么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索一下关键词，然后看一下 YouTube 是否有自动的帮你补全很多相关的搜索。如果有的话，说明你这个赛道是有受众的。另外，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你同类赛道的一些小频道，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一些爆款的视频。如果有的话，说明你也有机会成功。然后第3步，你需要确保这个赛道可以变现。比如说，我们来看刚才那个中医养生的频道，大家看他在他的频道简介或者是视频描述里面都没有提到过一些付费的服务，所以说他这个频道变现能力是不高的。然后做完了这3步之后呢，你刚开始选的4到5个方向应该会被淘汰掉一些，所以呢，最后可能你会剩下2到3个可以做的方向。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最想开始做的赛道开始做，然后后面也许你会有想要调整赛道，或者说你第一个赛道表现不佳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尝试去做你的第2个、第3个赛道。当然，选对赛道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如何精准的找到爆款选题，才是让你频道快速增长的关键。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非常适合新手起号的方法，能够让你的频道快速的获得流量。其实在新手阶段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找到那些订阅量在1000到10万以下的中小型频道，然后去看他们有哪些视频是爆款视频。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分析小频道而不是大频道呢？因为大频道它的数据其实是失真的，当你看到他们的视频有很多观看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有了巨大的粉丝量，而不是因为这个选题本身就有爆火的潜能。所以其实小频道的爆款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选题，因为小频道它的订阅不多，但是如果它有某些视频爆了，那就说明这个选题本身就是有市场需求的。然后大家如何可以去找到这些小频道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多在 YouTube 的平台上去搜索你同一赛道的这些视频， YouTube 的算法就会觉得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平时你在浏览主页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推荐这些小频道的视频，然后你就可以借鉴他们的选题来制作你自己的视频。然后还有一个可以非常快速帮助你找到这些小频道的爆款视频的方法呢，就是用一款工具叫做 One of Ten。 你可以把你 YouTube 的频道连接到它的
的这个平台上面，它会根据你的赛道给你推荐这些爆款的视频，然后我每天这样浏览就会找到非常多爆款视频的创意。在它这个搜索栏里面，你也可以输入一些关键词去搜索特定的视频或者是某个赛道，它都会给你推荐很多高流量的视频主题。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大家在找这些频道的时候，不要只是去局限于中文的频道，因为大家其实不难发现，中文的频道在 YouTube 上并不是主流。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的去看一些英文博主，他们是怎么做视频的，他们是怎么选题的。因为我觉得英文频道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博主，然后他们做的内容也是真的非常有深度。不过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安装一个谷歌插件，叫做沉浸式翻译，它可以快速的把英文的网站、文献、电子书等等非常高质量的翻译成中文。下载安装的话，大家可以来到它的这个官网，然后这里有适合各种浏览器的插件安装地址。我自己用的呢是 Chrome， 所以我就点这个 Chrome。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谷歌插件安装的网址，然后点击 Add to Chrome， 添加到 Chrome 之后，大家根据这个指示，然后进行几步简单的设置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来翻译了。比如说，当你在安装了这款插件之后，我们打开一个英文的 YouTube 视频，你就会在视频下方的选项里面看到这个双语字幕的选项。然后我们打开字幕和这个双语翻译的开关，大家看，现在你就可以在看英文视频的时候实时的看到中文的翻译了，然后这个语言的障碍不就消失了吗？而且这些英文的标题啊、描述啊，就是整个的这些页面，你都可以一键的把它翻译成中文，而且它是集成了 DeepL、Gemini 还有 ChatGPT 等等这些人工智能来帮你做翻译，所以它的这个翻译效果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它不只是可以在电脑上使用，你也可以把它安装到手机上，也就是说你在手机上看视频或者说浏览英文网页的时候，它都可以帮你在手机上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另外呢，这个插件是可以免费使用的，而且它的免费版的是包括了 YouTube 的双语字幕的翻译的，并且是不限次数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使用一些比较顶尖的 AI 翻译服务，像 DeepL、OpenAI、DeepSeek 等等这些 AI 模型的话，是需要开通它的这个付费功能的。然后这么优秀的产品呢，当然也是获得了谷歌对它的认可，它也是获得了一个2024年 Chrome 的年度精选插件。还是一样，这个插件的链接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描述或者是评论区置顶的地方找到。那么我们现在选题确定了，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制作吸引人的视频，才能让观众点进来并且保持观看呢？因为这决定了 YouTube 会不会给你推流。这里呢就有3个关键点来决定你的视频能不能爆。第一点呢就是封面和标题，这个封面和标题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它直接决定了你视频的点击率。所以说就算你的内容再好，你的封面和标题不够吸引人的话，就会导致没有什么人观看你的视频。然后我发现在制作封面和标题的时候，很多新手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先把整个视频制作完之后再去想封面和标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容易导致你的内容和你的封面标题不太匹配，然后观众点进来发现他们希望看到的内容和实际上的内容并不相符，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关掉视频。然而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在你的内容有了大概的思路的时候，你就应该开始去构思你的封面和标题，然后再根据你封面和标题传达的内容去完善你的具体脚本。那么应该如何去制作具有吸引力的封面和标题呢？第一，在信息传达方面，你的封面和标题最好能够引起观众的好奇心。比如说你要做一期用 AI 提高生产力的视频，然后你的标题就可以写成90%的人都用错了 AI 提高效率的方法。封面的话，你就可以用制造对比的方法，比如说 AI 高手 vs 普通人这样的设计。这种设计呢，就会让观众产生好奇，他们就会想知道，那么这些高手是如何用 AI 提高生产力的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设计上的技巧，比如说你可以用鲜艳或者说明显的对比色来让你的封面第一眼就被观众看到。另外，重点文字呢也要尽可能的显眼，然后有力的传达你想要传递的信息。制作封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参考那些表现非常好的视频的封面，因为这些流量很高的视频，他们的封面和标题点击率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是视频流量的入口。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你的开头，
你的开头必须要在5到10秒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否则观众就会立刻的离开。所以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做那种冗长的自我介绍了，比如说大家好，我是大米，我的频道是关于自我成长 AI 工具，然后当你这一大堆说完了之后，你的观众基本上就跑掉了，因为他们在不熟悉你的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了解你是谁，他们点进来这支视频只是因为他们想要从你这支视频里获得价值，获得他们想知道的东西。所以说在开头的时候，你就应该直接的把你视频的主题和你今天要讲的内容呈现给观众，他们才会停下来去观看你的视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3个高吸引力的 hook 公式，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快速的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问题型的 hook， 类似为什么你的 YouTube 频道做了6个月还是0订阅呢？或者说为什么99%的人做 YouTube 都会失败？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反直觉的 hook， 比如你可以说其实订阅数并不重要，真正影响你成功的是。第三种呢，就是场景 hook， 也就是你给观众去描绘一种场景，去增加他们的代入感。比如说开场的时候，你可以说想象一下，如果你的 YouTube 频道每个月能给你带来稳定的被动收入，你是不是这样发了几十个视频，但是却没有人观看？这些 hook 可能都能够有效的帮你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停下来继续去观看你的视频。接下来第3个关键点，内容结构。内容结构决定了你视频的留存率，也就是说观众是否会把你这个视频从头看到尾。我这里总结了一个 YouTube 的黄金内容结构，可以提高观众在你视频的停留时间。这个结构呢，简称 HIVR。H 钩子 ，I 开场介绍 ，V 价值传递 ，R 结尾引导。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呢就是 HIVR 脚本写作模板，你可以把它当做成一个视频的骨架，帮助你从开头就抓住观众，然后一路吸引他们看到最后。比如说你今天要讲如何高效学习这个视频主题，然后你想传递的核心信息是3个简单的方法，让你更快的掌握新知识，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框架，在第一步写好你的 hook， 你的钩子，让观众在开头就停下来继续看之后的内容。写好钩子之后，在第2步你需要写一个 intro， 就是开场介绍，告诉观众通过观看今天的视频他们可以学到什么，这样观众就会期待这个到底是什么方法，所以他们就会愿意继续的看下去。到第3步呢，你就可以开展你的核心内容了，也就是 value。 这部分呢，就是你视频的重点和要传递的信息。那么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格式来讲，比如说开头第1句话还是要 rehook 来重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再引出你的故事或者案例，最后给他们一个 payout， 就是得出结论，让观众觉得他有从你的这个观点里面获取到有用的信息。后面的第2点、第3点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格式来讲。当你的核心观点讲述完之后，那么我们就来到了视频的结尾了。那么结尾最好的做法就是呢，去引导他们看你的下一个视频。这样做的话，观众会更容易的继续看下去， YouTube 也会更加愿意推荐你的视频。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公式，但是呢，这个模板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的内容，很多油管的大博主也是用类似的模板去写他们的脚本。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大家可以多去学习那些英文的优秀频道，他们的脚本、他们的选题、他们的内容其实都是非常优秀，而且都是经过他们的仔细研究，能够有效的吸引到观众的。还是一样，如果说你英文不好，可以安装一个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沉浸式翻译这个插件来翻译网页，翻译它的视频内容。另外呢，如果说你要详细的研究这个作者的脚本，你也可以安装一个这个 Note GPT，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把视频的文案提取出来，并且进行多语种的翻译。你也可以直接的把整个文案复制，让 ChatGPT 帮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然后大家在按照刚才的方法写完脚本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和剪辑了。就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一部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因为拍摄和剪辑其实它只是视频制作里面锦上添花的东西，真正决定你视频成败的呢，还是我以上跟大家谈到的那些点，还有你的视频内容本身。所以呢，今天在拍摄和剪辑这一部分，我就不会过多的跟大家赘述。然后大家如果还是感到迷茫，或者说希望真正的把这些策略付诸实践，我现在正在筹备一个 YouTube 从0到1的实战训练营，目的是带着大家一起完整的制作一期 YouTube 视频，从构思、录制、剪辑到发布，你都可以跟着我一步步的实操，直到真正完成你的第一支 YouTube 视频。但是为了确保最好的效果呢，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可以点击描述区的链接填写表单，去提前预定你的位置。好的，那么其实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一整套视频制作的关键技巧，大家只需要坚持以上的方法，保持耐心，慢慢提高，你频道的播放量一定就会慢慢的开始提高，这就意味着呢，你可以开始赚钱了。但是呢，大家是不是以为一定要等到通过了 YouTube Partner Program 才可以开始赚钱？也就是必须要先达到1000个粉丝、4000小时播放量的条件。其实在我还完全没有开通这个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时候，我已经通过其他的方式让我赚到了一些钱。接下来呢，我就会跟大家介绍这个一整套的变现方法，让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更早更快的取得收入。首先呢，在还没有开通 YouTube 合作伙伴之前，大家其实可以通过 Affiliate Marketing， 就是联盟营销的形式来赚钱。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主动申请一个相关品牌的链接，去帮这个品牌带货。就比如说我在还没有开通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时候，我做了一期视频，然后里面有讲到一款工具叫做 Eleven Labs。其实我当时是特意的去 Eleven Labs 它的官网上去申请了一个带货链接，放到我视频的描述下方。当我的观众通过我的链接去到他们的网站，然后购买了会员之后，我就会自动的获得一部分的佣金。第二个方式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第三方的打赏平台，比如说像 Buy Me a Coffee， 观众如果说觉得你的视频对他们非常有帮助的话，他们会非常愿意通过这些平台来打赏你。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可以做一些私域的付费社群，比如说像 Patreon、什么知识星球都可以。你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提供给你的会员一些独家专享的内容，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在粉丝量和流量不高的时候去获得变现的可能。然后当你开通了这个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之后，你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获得收益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会时不时的收到品牌给你的邀请，去做一些赞助广告。然后随着你粉丝数量的上涨呢，你的报价也会逐渐的提升。然后除了这些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呢，决定你是否成功的，其实还有几个在心态上面非常重要的点。这些呢，我都有在我的另外一期视频里有做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看哦。